川普要把美国这条船往哪儿开？川普具体想干什么？这里是安法，一个普通投资者的生活随想，主观臆测很多，错误漏洞不少，还请您指明方向。川普上任2个多月，感觉他好像已经做了1年多的总统了。只要他在总统的位置上，大多数时候头条的位置都可以为他预留着。很难用一个词来形容川普的政策，但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们的感受，就是晕头转向。有的人用意识形态或者是思想立场去看川普的政策，站在所谓的正确的三观高地来评判他，在一些事情还没有最终落地的时候，就根据局部的线索把他从道德上先打翻在地。作为日常消遣的话题，我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问题，毕竟嘴巴是用来说话的，台上的掌权者是应该被监督和批评的。不管网络上的看法有多么分裂，市场一直有市场自己的看法。我们知道市场是没有道德感的，见利忘义的，但是市场它也是理性的，它不会先入为主的将未实现的预期完全定价。这里我想从一个交易者的角度，从川普政策的本身做一些理性的探讨，或者说是我自己的主观臆测。川普政府的政策问题，这是一个很值得交易者们关注的问题，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焦点，也是市场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而长期看来，这是重塑未来市场格局的关键因素。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川普会迫不及待的同时推出这么多大政策呢？他的真实目的是想做什么呢？能不能干得成？先需要说明一点，由于这个题目比较大，个人的水平有限，我无法对上述问题从各个维度进行全面的分析，只能从一个普通的市场参与者的角度，从一些事实出发，以具体的事件为主线，做出一些我认为符合逻辑的推断，纯属个人的思维演绎，内容只涉及川普政策对市场的影响，不涉及他个人以及其他事件的评价。好，我们从第一个疑问开始，川普为什么要势如破竹的八面出击呢？而且这些政策同时出台，并不见得更有利。比如说，同时给各国加关税，一下子把自己变成其他国家的对立面，而且这会把国内的通胀压力预期一下子拉到极限。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困难模式呢？各个击破不是更好的方式吗？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这个背景。第一，这一次共和党不仅赢得了总统选举，也同时拿下了参众两院，而参众两院的部分席位会在2年后的中期选举中进行重新的角逐。共和党在这之前可以说是大权在握。第二，川普在党内的权威已经大大的超过第一任期了。如果说川普在第一任期是集思广益，那么现在说他大权独揽，这也不过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川普团队的成员对川普的效忠程度的展示看出来。也有网友戏称这些内阁成员是川卫兵。第三，202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再一次让大家见识了舆论预期与事实结果存在着多大的偏离。新媒体的力量是被低估了的，民主党败得毫无还手之力，加上政府效率部这样的组织对民主党的负面事件的揭示，让民主党的士气更加低落。短期内我们还看不到有谁能扛得起民主党这个大旗，可以说这是民主党最虚弱的时候，这一点川普的团队不会看不到。第四点，川普这是第2任，我认为不存在坊间传说中的第3任期，他也不可能学普京玩2人转，川普只有这4年的时间。第五，川普要做的事情很多都是涉及到重大改革的，这就意味着要将原来的利益划分规则推翻重来。可以想象，这要得罪很多人。这种事情一旦拖延起来，反对者就会结成联盟，而改革的团队就会陷入疲态，成功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虽然目前的民意来看，川普依然占有着优势，
但是随着得罪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不会默不作声，这会慢慢的让民意的天平逆转。如果这时候民主党回过劲儿来，那么改革就只剩死路一条。综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川普的时间其实很紧张。这时候我们可以换位思考，如果你是川普，你试着倒排一下实施这些政策的时间表，你就完全可以理解川普的第二任期的政策密度为什么这么大。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总统任期，这是一个想要改变美国历史的任期。为什么政策这么汹涌？原因很明显，工期短，任务重，时刻都在与时间赛跑，要赶在中期选举之前把事情搞得七七八八。那么川普实施这些政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川普对大家来说已经都是老熟人了，不管他在任总统还是不在任总统的那4年，他的话语总能吸引到民众的关注。如果川普说没有人比他更懂得舆论和网络流量，我完全认同。他的话语中有多少是误导性的言论？据统计，这个数据高得惊人。在最近关税这个事情上，他翻来覆去的烙大饼，我们对此已经深有体会。也就是说，他的语言风格是他的行为特征之一，他的心口不一，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千万不要听他怎么说，要看他怎么做。千万不要只看他怎么做，还要看事情的结果是什么。那么他究竟想干啥呢？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是真心实意的吗？我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设身处地的为这个美国总统想一想。假如你现在是美国总统，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美国优先的具体含义又是什么？俗话说，当家才知柴米贵，这就是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呢？美国用来还债务利息的资金占了财政收入的 20% 左右。我们设想一下，你年轻的时候没能抵抗得住消费主义的诱惑，一直用消费贷维持了很多年的优越生活，而现在你年龄大了，依然继续使用这样的消费贷，以至于现在每天挣的钱里面要拿 20% 的钱去还这些贷款的利息，剩余的钱还不够养家糊口，所以说你只能搞更多的消费贷来支持现在的生活。眼看贷款的雪球越滚越大，这时候如果出了一点什么意外，毫无疑问会立马破产，还本金那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如果这是一家上市公司，那么他早已经被迫退市了。作为一个要做大事的总统川普是有雄心壮志的，他当然不会对此视而不见。如果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可以开启美国的另一个黄金时代的，这不是吹牛。那么这名垂青史的事情为什么川普想干，而别的总统不想干呢？我认为不是他们不想干，你说哪个当家的他想把家给当垮呢？但是控制财务赤字的难度太大了，惹火烧身是大概率事件。接骨传话的游戏玩得好好的，干嘛要去淌这一滩浑水呢？从这点上来说，川普没有选择一个更容易的总统任期，而是特立独行，想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这个出发点是值得肯定的。如果有阴谋论认为他以权谋私，想为自己捞点什么好处，我认为这从理性上和逻辑上是解释不通的。想搞钱，总统多的是路子，比如说直接发点秘密虚拟币，没必要把这个风险巨大的事情与个人的私利绑定到一起。如果说川普好大喜功，就想捞点什么政治利益，但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讲，这无可厚非。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其实他的想法可以很简单，只是想让美国的财务状况更健康一些。所以说，对川普第二任期的历史评价，相当程度上会取决于处理财务赤字这件事儿能做成什么样子。这件事能干成吗？坦白讲很难，这是一件不确定性很高的事情。
人的能力和信念是一方面，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历史的偶然性，也就是俗话说的天意。当我们回看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的时候，如果我们只用理性的因素再次进行推演，几乎不可能得到同样的历史结果。往往是一些无法预计的突发事件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让这段历史载入史册。所以说，对这样的大事件做分析预测的价值其实不大，但我们可以基于现实大致梳理一下事件的要点，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即将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不是财务方面的专家，只能通过自己局限的视角去理解美国的财务问题。我们分两块来讲，一块是债务的增量问题。为了不让债务的雪球越滚越大，当下需要做的就是开源节流。关于节流方面的行动，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川普的支持下，马斯克驾驶着斗鸡牌这辆割草机，在美国政府的花园里面横冲直撞，不顾结下政治恩怨，对官僚制度进行猛烈的开火。马斯克认为，在不影响关键政府服务功能的前提下，政府效率部可以为美国削减大约1万亿美元的支出，这相当于 15% 的政府年度支出。目前来看，离这个目标还很远很远。坦白讲，就马斯克涉足政治这件事儿，这不像一个精明的企业家，更像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狂奔。就算马斯克能够保持他与川普之间亲密无间的个人关系，但这段相对安全的时间最多也就这4年。如果川普这次的大事儿没搞成，马斯克的好日子可能还在后面。虽然说这不是一个理性的商人应该做的选择，但很难去质疑马斯克这个良好的动机。我们说回来，川普这边也在进行机构的裁撤与经费的削减，包括裁撤教育部，减少对外援助和军事方面的开销。除了节流，另一方面就是开源。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关税政策是最直接的增加财务收入的方式。虽然说关税在美国的财政收入中占比大约只有 2%， 但是通过加关税，将对外贸易的平均关税提高大约 25% 到 50% 之间，关税在财政收入的占比就可以提高到 2.5% 至 3%。 那么这对于超过 6% 的财政赤字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及时雨。对于缓解美国的贸易不平衡上面的压力来讲，这也是立竿见影的。我们知道，国家的收入主要靠税收，要增加收入，短期来讲，提高税率是必然的选择。然而，川普的主张是对内减税，那么就只能对外加税了。这是税收政策的客观现实。虽然说关税政策最终买单的是消费者，但是从以往的经验来看，生产商也不得不承受一部分。而目前来看，关税政策带来的收入增加是很有限的，只能暂时缓解一下财务紧张的状况。长期来看的话，要增加财务收入，只能把经济的盘子做大，产业壮大了，个人收入提高了，收的税才能更多。根据美国财政部、税务基金会和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等机构的最新数据，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占了2024年财年美国联邦收入的大约 55%， 这才是美国收入的大头。所以说，产业回流是政策的必选项，也是关税政策的一个客观作用。短期呢还看不到效果，但这是美国再次伟大的经济基础。所以我们看到，降低税收、吸引投资、放松监管和鼓励创新，这些政策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还有一块就是债务的存量问题。现在美国债务的比例已经占到 GDP 的 120% 多，对于还利息都吃力的政府来讲，还本金几乎是不切实际的期待。解决债务的增量问题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那么债务的存量问题怎么办呢？我们再设身处地的为川普想一想，
美国欠了其他国家一屁股债，虽然说欠债的是大爷，但是这样继续下去，眼看要破产，索性就要赖账，仗着自己胳膊最粗，料想这些债主也不敢把自己怎么样。但是债务的数字这么大，也不可能一笔勾销，所以赖账就成了一个最现实的方式。我们理性的来看待这个问题，虽然比较无耻，但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了。地主家已经没有余粮了。大家不要以为以前的政府没有提出这个方案，就会将这个契约一直践行下去。这么大的风险视而不见，这是相当不负责任的。未来某个时候一定会爆雷，那么到时候大家一起完蛋。所以关于债务存量的问题得到赖账这样的推论结果，与坊间传说的海湖庄园协议的部分内容是契合的。稍微总结一下，债务问题能不能解决，短期看开源节流的措施能把债务增量控制到什么程度，更重要的是经济的盘子能不能迅速做大，这才是解决财务问题的根本。以上是这一期的内容，我们下一期继续聊最后一个问题，解决财务赤字这个大事儿，干得成和干不成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好，先说到这儿，我们下期继续。